提到俄罗斯车臣，很多人先想到战乱与废墟，实际上车臣人的传统与文化至今都保留着。结婚证也不是证明夫妻的第一要素，而是神说了算。新娘也必须保持处女之身，直到入洞房的那一刻。这一次，雷店长走进车臣人的婚礼，感受列兹金卡舞对新人的祝福。雷店长来到车臣，在这人生地不熟的情况下，想看婚礼，那还是需要向当地人打听一下。We have a lot of weddings here. We have some places as restaurants. 我想问一下，你知道哪里有结婚的吗 ？Sophia. Yes, I have been Sophia in the museum after this. 根据当地人推荐，我来到了一家车臣专门的婚庆餐厅。门口的汽车能看出来宾的基本情况。Китай. Поднимайся, Китай. OK. Поднимайся, покушаем. 哦，这边 Надо. 哇，这边结婚，哇，这边还没开席。OK。哇，这边有好多人啊，他们结婚啊，然后刚好路上碰到的，然后让我们进来。哇，那个会场里面坐满了人。哦，这个，谢谢。Sit down, please. OK. Sit down, please. Director, Chechenistan #1 company. Крышу ставят. Director. 这是 C 位的这位啊。今天谁结婚？ Он женит. Yeah. 哦，他是新郎。哎呀，来，哇，恭喜！Жених. Yes. Да, жених. Вон там невеста. Там сейчас идет лезгинка, свадьба идет, и вы можете там присутствовать, потанцевать, певцы поют песни. Сейчас начнется лезгинка, танцы будут. 哇 ，Lezginga, you can dance? Я тут. Вот они там будут танцевать, вон там. Сзади зал, можно зайти. 一会儿呢，10分钟之后呢，歌手先要唱歌，然后他们这个 Lezginga 舞蹈就要跳起来了。他邀请我们呢，现在吃点东西。OK。National. Чеча national. 国菜。 Блюдо. Ты 哇，他 куда? 呢给我们拿出了他们的国菜啊，什么这个饼啦 Хингалш, Mantish, ，Mandish。 Epalaksh. 它呢，这个叫 Mandish 啊，就是像包子一样的东西啊。大家看，我来尝尝它这个像饺子一样的，不错。给大家说啊，这个饼啊，像我们以前吃的那种，就是80-90年代那种糖饼，里面甜的。这是列兹金舞的之王，列兹金舞之王 ，yes。就这样，我被热情邀请上了2楼。一路上到场的伴郎伴娘都对我好奇，车臣人呢邀请远方的客人参加，只因为穆斯林习俗规定婚礼要公开举办。邀请远方的客人，本质是通过婚礼强化人际纽带，展现穆斯林共担共荣的意义。他们现在呢，这个列兹金舞呢，就是这个当地的男生呢要出来了，就出来之后要跳这个舞，就要入场了。你看已经排成一队了。列兹金舞呢，就是战士一样的舞蹈，所以你看那边你看练开肌肉了，那个小伙子。舞池里跳的是列兹金卡舞，这是高加索地区的传统舞蹈。男子通常模仿雄鹰，女子则扮演天鹅。男子昂首挺胸，步伐轻快，如空中翱翔的雄鹰张开双臂；而女子必须身着落地长裙，迈着细碎短促的步伐，如同水面上的天鹅。雷亮给大家说个有趣的事啊，其实呢，平时在这个高加索这个地方，尤其是车臣地方，想拍女孩很难。但是现在女孩都站成一排了，为什么？因为呢，列兹金舞就是男的一对，女的一对开始融合啊。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男的也站好了，然后那女的也站好了。因此，列斯金卡舞也是车臣年轻人解决终身大事的直接方式。谁能在舞会上吸引到所有人的注目，婚事就成了大办。这不，一位母亲拉着女儿使劲的使眼色，意思是遇到合适的就赶紧上去，仿佛在说：“女儿啊，我怎么瞅着这18岁小伙不错，你赶紧上吧。” Hello. I have a question. 你们一般多少岁会结婚？ От 20 до 25 начало. 妈妈，哇，我觉得你们这边的人都很会跳舞。你是什么时候学习跳舞的？ Мы уже рождаемся и умеем. 天生就会跳舞，哇，天生就会，哇，太厉害了。Хотите вас научим? 哇 ，Yes, my pleasure.
我非常荣幸。他们说，难道是想让他教我吗？对，我当然很荣幸了，我很荣幸了。众所周知，车臣还有一种旋转舞叫做 Zikr。通过向当地人求证，这是一种葬礼上祈祷的集体运动，并非舞蹈，而且逐步被淘汰。另一种就是列斯金卡舞，你看在舞池里，不管会不会跳的，都一定捧场跳一下，至少表示对婚礼的祝福。在男主人的怂恿下，接下来我也进入了舞池捧捧场。实际上我并不会跳列斯金卡舞，自己是凭借对这种舞的印象加入了维吾尔和西班牙舞的动作，因为我没有什么礼物可以呈上，这支舞我认为是最好的祝福。舞蹈跳完，新娘才出现，难道是来迟了吗？其实车臣人的婚礼有这样的风俗，婚礼时新娘必须躲在一个角落里，要确保跳舞时也不能看到陌生男人，这样才能保证入洞房的最后一刻新娘都是处女。如果婚后发现女方不是处女，会受到婆家解除婚姻，如被居委会大妈们认定为不贞，女方会受到公众羞辱，并向全社会公开道歉。最终会有2个结果，要么被周围人嫌弃不能生存下去，要么会被父亲兄弟私自惩罚，甚至荣誉处决。这种做法在车臣当然是非法的，可是奈何还有些极端家庭就这么做了，又难以追责。所以这也是车臣女性和男性永远保持距离的真正原因。但是这样的习俗也让车臣男性更主动尊重女性，理解女性，珍惜这段婚姻，婚礼也变得更加隆重。我刚才还攀到了他们那个车臣的女摄影师啊，到底是搞文化工作的啊，所以他们就比较这个开放一点啊。我为大家说，这个新娘大家也看到了，他们这个洁白的婚纱非常的纯洁，而且他们这个老一辈的都已经来这送上祝福了。因为有些穆斯林的家庭呢，就是很保守啊，就是不能唱歌、不能跳舞、不能见人的啊。车臣人也不以取得结婚证来证明结婚，而是必须在公开场合由阿訇的训导和念经后，才意味着婚姻正式开始，代表了真主的旨意。车臣由于男人大量参战，男性数量骤减，于是车臣法律规定，允许车臣男人最多娶4个妻子，但婚后对待每一位妻子必须雨露均沾。大家看啊，这是本次的舞王，又帅又有肌肉，然后线条又好。你是几岁开始学习舞蹈的？在这个地区呢，是当兵最重要，还是变成个艺术家最重要？他说他的主要任务就是想成为一名士兵。哇 ，soldier！ 长者是这个新郎的他们家的人啊，所以说呢，他们邀请我来合个影啊。当然我们也看到了这个男女的一起来跳这个列斯金嘎舞啊。这个舞蹈呢是他们山地民族的标志啊。它呢表现的雄鹰呢在这个高加索山上飞翔，而且呢找到了自己伴侣的这么一个浪漫的故事啊。同时呢也是战士之舞，每一个舞蹈的脚步非常铿健，但是呢手上动作非常的少。这也说明欧洲人呢，他善于用这个足部呀、腿部呀，所以他们这些这上面的功夫都特别强，足球也非常强。Спасибо большое, мы очень рады видеть вас, гостей из Китая, из далекой страны, так что мы тоже рады вас видеть. Привет Китаю! 你觉得中国怎么样？ Я думаю, у вас очень хорошая, красивая, интересно, и я бы хотел посетить Китай, Японию, вообще все азиатские страны. 车臣人以滚烫热情的列斯金卡舞相迎，让婚礼成为了遇见心动、倾诉真心的浪漫场景。婚礼散场，一位伴娘引起了我的注意，在亲朋的煽风点火下，让我和这位伴娘好好聊聊。不过，我认为先加个联系方式再说吧，不然接下来满屏都是小作文了。哇！现在雷探长呢误入了一个这个车臣的女人街啊，里面都是女人在里面
买服装呀、换鞋啊什么的，还就连那个老板都是这个女人。哇，这个车程连续的高温啊，今天下了好多的雨，现在雨也特别大啊，白天40多度，然后到了这个下雨的时候人到处跑，很多女人花容失色啊。这个车程的很多20多岁的女性特别爱化浓妆，她们会雨淋的花容失色。I'm from Kidai. Hi, hello. 我在这个地方避雨啊，所以对面的那些女孩呢，跟我就是很大方的问我是哪里的。Oh, English? Yes. Here, usually here, raining. No, actually not. Actually, So in summer, in 1 month, I would say in 2 weeks one time. oh yes, but why your English is good? University learning? I'm actually not from here. I'm from Austria. Australia. Yes, my nationality is Chechen, Oh, but I live in Austria. I see. I know. Wow, is维也纳 Schloss? What do you think, Chechen? Do you mean it's own republic? How you know? We have our national food. Have you eaten it? Zhizhigalnash? Yeah, yes. Yes. It's really most of popular food in there. Oh, yeah. And are you posting all this on your YouTube channel? Or? Yes. And what is your name? Lisa the winter. Maybe you follow me. Gee, I didn't. Yes, it's me. Here, young people married have a lot of money. Husband need a lot of money give wife. To marry? Yes. No, actually not. So if you marry a man, there is a big wedding. So he needs the money for that. And that was it actually. He don't need to give the money for the family of the girl. Oh. Yes, that was it. Okay. To go. 你敢相信吗？车臣异地酒也买不到，市场上的西瓜又大又甜。当地女性喜欢戴名牌头巾，教堂为何重兵把守？这到底是一种怎样的生活气息？我们就一起来看看吧。这个他们给我介绍说，这边这个也很好喝。This name? Это варенье. Это киви, белая черешня, инжир, клубника, кокосовое варенье есть. 然后这个呢，像这种凉菜呢，300卢布，那20多。看这边这些沙拉都是20多。啊，然后那个还有更便宜的呢，那个算15吧。啊，你看，哎，那就到40到头了。沙拉看来你就20-30就能吃到沙拉了。给我们端上菜来了，然后小西。Kidai. Yes. Ты красивая. Спасибо. 这个美女要加这个中国的这个一些联系方式啊，她呢比较喜欢中国啊。你看无数个香奈儿拼在一起啊。Скорее, я просто точку отправлю. 大家看啊，车城这边的点的这个肉呢，都是这个40一串，这个价格还挺便宜的啊，而且都是大串，而这边的服务人员也好看啊。以前老觉得这个车臣呢可能是战争状态，或者说它这个名字就很吓人。车臣听上去是一个很有气势的一个地方啊，很有势力的一个地方，但没想到来到车城这边的烟火气息超乎你的想象。你能见到各种现代化的，还有传统的巴扎呀、商场呀，到处林立着。人们呢，就是那种生活气息也很浓重，在这边卖什么那样的衣服都有。所以，我这边还有女士们要打招呼，哎呀，打招呼！大家看到了吗？这就是穆斯林地区啊，也不见得就是大家都这个很捂着脸啊，也有很多人想跟你认识、打招呼啊，向外界示好这样子。这种中亚风格的衣服啊，像那艾特莱斯风格的啊，但还有穿的很厚的衣服。Yes， 你的衣服穿得很厚。在车臣有一个有趣的现象，就是当地女子都会戴着高级品牌的头巾。难道真的是她家老公有钱吗？这边的很多女孩啊，她们都戴着看上去很高贵的这个头巾，其实都是这边都有的，就是品牌式的啊。但是我发现她们戴花的少，戴这种 LV 啊、香奈儿啊这种名牌的特别多哈，彰显自己老公很有钱。哦，其实也就是20-30一条啊。我想给大家说啊，就这个车臣的这个西瓜瓜不但大，你买到小的，而且都质量特别好，就鲜红的。挑一个吧，好像都挺大的。你看这老挑一个这个人都很大，也挺大。这个西瓜呢，我们买了一个这个西瓜呢，
老板是290，现在呢用250啊，250。哈利法，迪拜。你这个店铺很好，里面还有卖猫粮的，你们的猫粮卖的怎么样？ продается очень хороший товар у нас здесь. Прям отличный. 对对对，我发现你们这的东西很多啊，感觉很时髦、很现代啊。看来在这个车城有很多养猫的人。Как нравится в центре Грозного? Побывал, нравится здесь? 带我参观车城的养宠物。哦，老鼠呀，这是老鼠。哎呀，太可爱啦！哎呦，这活大活体。哎呦呦，大家看哦，原来他们这边还有这个卖小老鼠的，说明这个车城这边已经不是说人们解决温饱，这些宠物也会有人喜欢哦。我们买了一袋这个猫粮之后，那个小伙说不要钱了。哎呦玛莎拉，斯巴，达瓦什里。就是一股那个就是牛街炸油条的味儿。这个饼叫什么名字？Hingo。哦 ，Hingo。How much？ 大家看，我们刚才问了一下啊，这个车程的鸡呢是600卢布，50多块钱啊，就好像还算可以，不是很贵。真的是外焦里嫩，特别香，而且它这个鸡非常肥。最关键啊，在这里。车城地区呢，我觉得它的农业非常发达，什么牛肉呀、鸡肉呀，还有就是简直了，就是所谓的哈拉拉夫的清真食品，做的非常好。而这个老板呢，还挺拽的，因为他认为自己的这个哇，拍一下，他认为自己的鸡做的是最好的，整个车城最好的。所以说，哎呀，我们正在犹豫要不要买啊，要不要买？大家觉得怎么样呢？好想吃呀！我是从古出生啊！这老板故意把这鸡摆在这，让我这种过路的人然后看。你肯定很难想象，此刻俄罗斯的经济正在遭到所谓的制裁，所有的银行都很难取到钱，信用卡用不了，银联也很难用，只能付现金。由于我们所换的钱已经不多了，老板还不讲价，即使肚子饿得咕咕叫，也不敢轻易买，真怕冲动消费后没钱坐车回家了。所以只能石头剪子布来决定买不买。最终虽然老天让我们不要买，但由于这烧鸡太诱人，最后还是下定决心买了再说。回去吃了才知道，车城的烧鸡肉质肥美，油而不腻，甚至超过了许多炸鸡店的味道，成为了车城行中最难忘的美食，强烈推荐哦。在车城首都格罗兹尼有一座名为天使长米迦勒的东正教堂。2018年5月19日，该教堂遭遇4名武装分子袭击。此次袭击造成3人遇害，包括2名警察与1名居民，另外4名武装分子被击毙。所以进入这座教堂，首先要过严格的安检。这个大教堂兴建于1864年，后来因为各种战争呀，就摧毁了。一直到这个2006年开始重建，在这个2006、07、08呢，同时也把这个他们那个车臣之星那个清真寺给重建好了。基督教的3大流派呢，分别是这个东正教、天主教还有新教。在这个1054年呢，这个东西方的教派呢开始产生了分歧，于是，在现在土耳其伊斯坦堡啊，也是君士坦丁堡这个地方呢，分成2半，就是东西方。然后那个东正教呢，就是从伊斯坦布尔开始东传。东正教有几个特点，第一呢，一定是圣父、圣子、圣灵；第二个特点呢，就是一定是这个教皇崇拜，然后就要听这个教皇。里面还有一些教法仪规呢，是保存了跟这个希腊同样的一些叩拜的方式。同时注意看，这里有一个棺材，就是这个东正教呢会有对这个圣人遗体的崇拜，因为一些圣人的遗体就会放在棺材里面，这就导致东正教国家为什么会喜欢保存这个人的遗体的一个原因啊。东正教的传播地区呢，有一个不同点呢，就是说，在这个西伯利亚地区呢，还有一些原始的萨满教，为了跟这些萨满的一些宗教呢能够融合。所以东正教呢，它做了一些改良，它允许呢进行一些开光，或者是做一些原始的一些崇拜，所以说才有了这个保存尸体的这么一种概念。所以说在东正教堂里面呢，看到很多圣人的这个遗体保存在这个地方。Hi, I need a small. Two, yes, 给你来个 two. 就是找了4个这个4个卢布啊。OK。
哈拉少，spasiba，两根，一根呢是30卢布啊，两根60卢布。OK， 哎，我发现了，它的长相特别像那个大头娃娃巧克力上那个娃娃。我们看一个，来看一看，特别像不像？嗨 ，Hello， 你很像那个大头娃娃巧克力上那个娃娃，你知道吗？你平时喜欢玩什么呀？喜欢去哪里玩？你多少岁啊？哦，12岁了啊！哦，他已经12岁了。天使长米迦勒教堂和旁边的车臣之星都是同时间建造，可见车臣的用心良苦，以建筑为桥，让不同信仰在此相融，用无声的设计守护着宗教的和谐，万民共生的美好追求。你可能认为车臣在亚洲，实际上这是妥妥的欧洲。英语里面白人一词 Caucasian 就是指高加索人种。车臣有欧洲最大的清真寺，而且传统交易至今流行。那么我们就去这所清真寺的所在地沙利市看一看吧。在车臣酒店门口啊，可爱的猫呢生了6只崽，在这个院子里面到处跑。然后他们那个酒店前台呢说，要不然让我们带走。然后呢，我们呢去那个市场里面去买啥呢？就买那个起子啊，起瓶的那个起子。为什么要买这个？因为我们从格鲁吉亚转机的时候呢，朋友送2瓶酒，但没想到车臣呢是敬酒的一个地方，不但敬酒，然后外面也没有卖酒的。Заберите всех. 都带走，我也想带呀。Да. 啊？可以的啊。不可以。全部都禁止的啊！现在雷店长呢要坐这个出租车呢前往距离这个车臣呢1个小时路程的沙利市啊，在这个出租车打过去呢，哎呀也得有个800到1000的这么一个范围。大家看，现在雷店长呢来到了这个车臣的第2大城市沙利啊。这个沙利呢有着整个欧洲最大的清真寺，是2019年建成的。那么为什么来到这呢？它就是因为它是欧洲最大的呀。大家好，现在雷店长呢就来到了车臣穆斯林的荣耀清真寺。这个穆斯林的荣耀，它荣耀的是谁呢？就是伊斯兰教的创始人穆罕默德。我们知道这个伊斯兰教呢，从1300年前呢开始往东传，慢慢的这个阿拉伯帝国呢就把这个整个高加索地区的文化呢开始包围了，很多当地的这个达吉斯坦人呀，还有这个可萨人呢，慢慢就皈依了伊斯兰教，让这个地方形成了伊斯兰教的氛围。我们看到这个清真寺呢，它呢里面可以容纳2万人做礼拜，但是外面呢可以容纳7万人做礼拜，总共占地面积呢达到了9000多平方米，相当于1万平方米。它这个顶部的这个高度呢，已经可以达到了这个46米，上面呢有24个天窗，象征着24节气。这个就是我所说的从希腊群岛采集而来的白色大理石。真的，你们想象一下，车臣那是被制裁中的制裁，它居然能从希腊进口大理石，所以说可以看到呢，宗教似乎可以打破某些局限。这里呢是这个2.5吨重的一个大吊灯，这个吊灯呢，它是用这个施华洛世奇，还有这个金丝，还有一些宝石呢镶嵌而成啊，所以在这个地方呢，能够感受到伊斯兰教的那种古朴宁静的一种美。我们知道呢，伊斯兰教它信仰的这种绿颜色，包括我们知道车臣的国旗上有哪3种颜色呢？绿色、红色，还有白色。白色代表和平，绿色代表伊斯兰教，红色代表鲜血和革命，还有他们当地的这种民族服装上的花纹。所以它这个花的上面的颜色呢，其实就映照了车臣国旗上的所有的颜色和元素。不过我们看中间这个位置，整个这个大圆盘，这个大花，这绝对是一整个地毯。就这么说吧，你可以说这块是接缝缝起来的，但是我们可以看一下它这个宽度，从那个墙到这边，这是整个一长条一整个的地毯。这种地毯它的价格非常高。那边呢是一个碉堡型就是那个碉楼型的这么一个墙这个墙上呢就是老卡德罗夫的照片，而且冲着清真寺的方向。这个地方呢其实也是以前应该是荒地现在也是开始建设一些楼房。而且苏联时期呢，这里面也是一个工业化的基地。其实，在这个车臣这地方还有他们很著名的石油大学，所以这地方呢，其实本身是不缺石油这些东西的。其实这边有很多警察呢，或者军人在这边查车。刚才也问我了问我是干嘛，我是中国来的，来旅游，他也没有再说什么。$，对，我们来吃饭后来没有钱了，但是那个美元他说也不行，他说нет。哎呀，那看来这边的人很好，但是呢，我们确实不能用除了这个卢布之外的钱。$на рубли
$100 8000. 100美刀8000卢布啊！哇，大家看100美刀8000卢布啊，跟这个网上汇率一样啊！你看这个就在这个沙利新人寺门口有换钱的，大家记得来换钱啊！都是换钱的，像门神一样的啊！哇，这也是。刚刚换了8000卢布开始消费。现在火箭大体上分为2种燃料，一种是液氧煤油，一种是化学火箭。化学火箭这就不说了，还有一种是甲烷。现在所有的商用火箭全部可回收的，全部都是甲烷。煤油推力大，它是适合远距离，比如说上火星。火星再往后呢，咱就不说了。你吃饱了吗？没有，没吃饱。没吃饱，所以说呢，要不然再要点。我发现在这儿居然没有吃饱饭，因为别看俄罗斯这地方啊，然后那个汤啊、面特别少，一口就吃完了。刚才经过我的发现，这是一个苏联时期的商汤，为什么呢？你看，首先这门口这块有防火的这种纱桶，对不对？然后门口有换钱的，这边这是一个个的小商铺，这是一间照相馆。曾经格罗兹尼呢也是这个废墟一片，被联合国呢称为呢最破烂的国家。但是现在呢，这里不是百废待兴，而是已经兴建的成为一个非常现代化的城市，重新开始修建。所以说呢，它呢很像迪拜或者像沙特的一些地方，感觉就是那个模仿麦地那的伞，他们都尽显时尚与繁华，然后从这边过去。格罗兹尼呢还比较讲究精神文明哦。哇，他们是把捡到的东西啊，全都放到了这里啊。我们即将告别车臣，在机场，一架带着苏联印记的飞机静静停住，金属机身上的岁月痕迹忽然牵起满眶思绪。这片土地总让人想起革命年代的热血与勇毅，却又在如今的时光里温柔肩负着协同合作的使命，仿佛下一秒就要载着过往与期许，向着更远的天际起飞。就这个飞机既不是我们现在所说的喷气，就跟现代飞机一点不搭边。你离近看，这里面实际上是发动机10个缸，这样呢，它所有的这个活塞往中间压。你在开火的时候打到螺旋桨怎么办呢？因为螺旋桨一直在转，它有一个螺旋桨调节机构，就是有一个像连杆一样的东西，就这个锁密码锁。再大的战斗机、大轰炸机也是这么锁的，就这俩小锁片。这俩小刀片啊，对，脚放进去吗？啊，这是苏联的简称 SSSR， 液压连杆，就所以说很容易坏。在后面你看，这还有苏联的那个国旗。对，我看到啊，这里有这个枪支办理的房间啊，然后呢，带枪啊，携带这个枪的，在这边住一个 hotel， 就是在这个机场的上面。还在看，边看Chen Lake， Chen Lake。这个漂亮的房子，原来我们现在进来是个酒店哦，这个酒店里面是这样的。Если вы хотите покушать, там есть кафе. 咖啡 ，OK， 还有吃饭的地方 ，OK。被高加索的风吹过车臣25年的和平岁月，这片曾被战火烙印的土地上，善良热情的人们用坚韧换来了今天的生机。没有凭空降临的好运气，它要么藏在每一次咬牙的努力里，要么裹在你不肯放弃的坚韧中。你对生活多认真，时间便会回馈你多少惊喜。所有的收获从来都在看得见的行动里。这不仅是车臣人的选择，更是所有经历磨难的土地对幸福最坚定的奔赴。告别了车臣，我的冒险之旅又将开始。在北高加索斯塔夫罗波尔边疆区的一座城市，隐藏着俄罗斯的天然矿泉水。据说喝了这水可以延年益寿，也是苏联领导人的御用矿泉水。下一集，雷探长走进矿水城，感受高加索的地下味觉。